军校发生多起扑朔迷离的凶杀悬案，学生遇害后尸体被吊在树上，心脏部位更是被残忍挖去。如此诡异的作案手法究竟意欲为何呢？在案件不断的抽丝剥茧中，意想不到的真凶才浮出水面。这部最新上映的《淡蓝之谋》绝对是你不容错过的悬疑佳作。故事发生在1830年的纽约州哈德逊谷，老白是当地颇具名气的警探。这天，军校的一位指挥官找到他，近期发生的剐心悬案，或许只有老白可以破解。不过他有心拒绝，因为3年前妻女的意外离世，导致老白无心参与任何调查。但对方以政府的名义要求他履行职责，所以也只好无奈答应下来。随着马车驶过皑皑白雪，他们来到了名声赫赫的西点军校。走进学校的医务室，映入眼帘的是一具被开膛剐心的尸体。根据校医描述，死者是名叫阿伟的学生，几天前发现被吊死在学校附近的树林里。离奇的是，尸体送回来后，当晚其心脏部位就被人挖走了。通过刀口判断，取出心脏的手法非常娴熟，这显得非常诡异。凶手需要心脏有什么用呢？而且杀人和挖心之人是不是同一个人也不得而知，因为完全可以在杀完人后直接挖走，何必等到带回学校再挖？而现在也只能从尸体上寻找线索。脖颈处有清晰的勒痕，脑后也有1处8公分的挫伤，说明是被打昏后吊死在树上的。看着尸体紧握着的拳头，老白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随即掰开早已僵硬的手指，果然发现了一张纸条，只可惜过于残破，没能带来直接的线索。没过多久，老白找到当晚看守医务室的学生，通过问话得知，学生执勤到半夜被一位军官调离了岗位，由于天太黑，所以没能看清对方长相，只记得军官左肩章上的条纹不见了。夜里，毫无头绪的老白来到一间酒馆，准备放松一天工作带来的疲惫。这里的老板娘是他的情人，看着老白眉头紧锁，老板娘给他推荐了一个人，艾伦坡经常光顾酒馆，同时还是西点军校的学生，或许可以问出一些有用的线索。老白立马上前搭话，小婆认出了这位屡破奇案的警探，两人一见如故，相谈甚欢。作为死者阿伟的同学，小婆当然了解阿伟的人际关系，她告诉老白，可以从阿伟的室友阿三入手调查。两人不知何种原因吵过架，阿三可能知道案件的隐情。第二天，指挥官叫来了阿三，老白询问他们因为什么吵架。阿三说阿伟结识了一群坏学生，所以不愿与其再有来往。老白询问坏学生都有谁，阿三却说时间太久已经忘了，而且他不认为这与案件有关系。听闻此言，指挥官也只能无奈让其退下，看来线索又再次中断了。此后，老白私下找到小婆，委托他秘密协助自己办案，打入学生内部以获取一些情报。小婆听后顿时来了兴趣，尽管没有报酬，小婆还是痛快答应下来。随即，老白拿出那张残缺的纸条，交给小婆，试着让他破解。仅仅到了当天夜里，小婆便找上了老白，兴冲冲地表示自己已经将其破解。阿伟临死前紧紧握在手中，必然是纸上内容具备足够吸引力，引得他在案发当晚离开了营房。而笔记是老式大写字母书写的，说明写信人想要隐藏身份。小坡展现出的推理天赋让老白十分动容。尽管破解了这个小谜团，但想要找到符合条件的凶手，其难度不亚于是大海捞针。从两人闲聊中得知，小坡的学校生活除了喜欢撰写诗歌，只对校医的女儿暗里着迷，惊鸿一瞥便让他深陷其中。他暗恋着莉亚，却一直不敢表达。次日，老白来到军校医务室，看着盆中的冰块，让他找到了一些灵感。凶手想要保存心脏的话，只有冰冻的方法最为常见。于是老白给小坡留下一张纸条，相约一起去学校的冰室寻找线索。老白则率先赶到这里，推开冰室大门后，眼前是一副阴森破败的景象，看来这里常年缺乏管理。就在老白踏过一块木板时，脚步声突然变得异常清脆，果然这片杂草下藏着一道暗门。顺着暗门，老白来到了地下室，并发现地上残留着蜡烛的痕迹。拨开一旁的灰尘，映入眼帘的是形成圆圈状早已干涸的血迹，显然这里曾进行过某种宗教仪式。这时小坡也匆匆赶到，老白将这诡异符号记录了下来，带着小坡找到了一位神秘学专家。看过符号记录后，专家表示这东西是女巫的魔法环，接着拿出一本古老的恶魔全书，上面记载着一种永生之法，其原材料赫然就是2颗受绞刑之死的心脏。这无稽之谈让老白十分无语，但也算找到一条重要线索。随即安排小坡在学校秘密打探，从同学口中得知，校医的儿子对神秘学深有研究。小坡凭借着神秘学的试探，成功引起了对方的注意，并邀请小坡晚上一起聚会。晚上，校医的儿子邀请了许多校友一起喝酒，阿伟的室友阿三也在其中，只不过他对小坡满是敌意。几杯烈酒下肚后得知，原来阿三与小坡是情敌，两人同时喜欢上了校医的女儿莉亚，所以阿三才会在酒局上针对小坡。第二天，军校为阿伟举办了隆重的葬礼。葬礼结束后，阿伟的母亲将儿子的日记交给了老白，希望能给案情带来一些帮助。可日记上全是杂乱无章的数字和字母，根本看不清上面的内容。老母亲则解释道，看见军方都这么依赖老白，所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拿给了他。而老白也没有辜负众望，回去后将日记在水里打湿，随后将其贴在窗户上。没过多久，一行行竖着的文字随即显现，可看清日记的内容后，老白却不知为何陷入了沉思。与此同时，小坡再次受邀来到校医家里聚会，莉亚优雅的演奏使他沉醉其中，显然已经将破案的任务给抛之脑后。I am at once reminded of Sir Thomas Gray's
Full many a flower is born to blush unseen. And waste its sweetness on the desert air. Favorite vegetable. 一唱一和间，两人已然互生情愫。小坡则顺势向莉亚提出约会邀请，暧昧的气息围绕在两人间。第一次约会，他们相谈甚欢。可临别前，莉亚突然倒在了地上，接着开始剧烈抽搐起来。小坡心疼的大声呼救，好在没过一会，莉亚就恢复了正常。原来莉亚患有癫痫症，小坡表示会一直陪在她身边。经过此事后，两人已然有了小情侣的模样。到了晚上，小坡回家途中突然遭遇到神秘人的袭击，来人一把将他按在了地上。Bastards! But I know their fucking place! Stay away from Leah! 原来此人是心生嫉妒的阿三。千钧一发之际，老白及时赶到，将阿三喝退，成功救下了小坡一命。翌日清晨，指挥官的到访打破了老白的宁静。阿三于昨晚竟离奇失踪了，现在案件越发错综复杂。众人随即对校区附近展开地毯式搜索，深山老林中的各个角落都没错过。终于在一棵树上发现了阿三，只不过找到的是他的尸体，同样是心脏被挖且掉在树上，死状凄惨中又透露着诡异。所有人都表达出对逝者的惋惜，只有小坡有些不知所措。两人不仅是情敌，昨晚还发生过矛盾，这难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。通过校医解剖后发现，阿三的刀口不像阿伟那般干净利落，并且这次男性器官也被残忍阉割，所以很有可能是一起模仿作案。听闻此言，指挥官将小坡列为了首要嫌疑人，他附和一切凶手的特征，最后在老白的极力争取下，总算为小坡获得了一些时间查清真相。时间来到晚上，莉亚邀请小坡共进晚餐，而为了调查案件，小坡带上了老白。饭后乘着其他人欣赏莉亚演奏之际，老白偷偷在校医家里寻找起线索。经过一顿查看，偶然在衣柜里发现了一件军服，其左肩上的肩章赫然不见踪影，显然校医一家有着重大嫌疑。就在这时，指挥官却找上了门，原来又有一名学生失踪了。指挥官当即准备组建一支搜查队，掘地三尺也要找到这名学员。老白却迎面拦住了指挥官。根据阿伟日记本上的提示，该学员与阿伟、阿三是好友，因此可以判断他害怕自己成为下一个受害者，所以选择提前逃跑，而并非是失踪了。指挥官悬着的心这才放了下来，而现在案件的真凶也呼之欲出。随后老白找到校医，向他说出了自己的推测：你女儿莉亚的癫痫已经病入膏肓，为了完成所谓的永生之法，所以制造了2起剐心悬案。校医本来还想狡辩，但老白马上有了发现，藏在书架里的正是神秘学家同款的恶魔全书。事已至此，校医交代了全部事实。他本是一个崇尚科学的医生，但对女儿的病情却毫无办法。偶然间发现了书中的永生之法，无奈之下动起了邪恶的念头。不过据校医所说，阿伟的死并非他们一家所为，只是偷偷取走了尸体的心脏。阿三遇害也跟他们没有关系。可如果事实真是如此，那么到底谁才是凶手呢？同一时间，学校兵室内正进行着一场献祭仪式，小坡被迷晕昏睡在祭台上，校医的儿子在一旁帮忙筹备，显然随时准备挖出小坡的心脏。莉亚则口中念念有词，诡异的将鲜血涂抹过鼻尖。这时小坡从昏迷中醒了过来，莉亚还不忘对其施展 PU 大法。Sacrifice is the ultimate expression of love. I knew from the moment I met you, you were the one. Yes. 说完这些仪式也将继续。随着母亲一声令下，一把尖刀逼近在小坡胸前。就在千钧一发之际，还好老白及时赶到。Enough! 慌乱中，莉亚打翻了身旁的烛台，火势开始悄悄蔓延。老白的到来使他们有些措手不及。在尝试劝说无效后，老白找到机会打落了小刀，而乘着两人扭打在一起的间隙，莉亚想要完成献祭最后的步骤，可大火早已烧至眼前。见此情形，哥哥与母亲连忙上前查看莉亚的情况，老白则反应迅速救走了小坡。再看向愈发严峻的火势，老白又不顾危险拖走了莉亚的母亲。下一秒，坍塌的房屋就将莉亚与哥哥埋葬在废墟中，最终大火把这里全部燃烧殆尽。事后，小坡在抢救下并无大碍，2起凶杀案终于真相大白，校医一家被指挥官认定为凶手，老白也圆满完成了任务，而故事的反转才刚刚开始。没过多久，出院后小坡找到了老白，本想与康复的好友小酌一杯，却被神色低落的小坡拒绝了。他拿出在阿伟手中发现的纸条，之前分析过，正是这张纸条将阿伟引出了营房。可纸条上面的字迹竟与老白约小坡去冰室时的字迹一样，所以小坡不得不怀疑老白就是那张外置位的狼人牌。同时，小坡还找过老白的情人，从他那里得知老白的女儿曾被3个禽兽侵犯。当老白赶到时，悲剧已经发生，3个施暴者也早已逃跑。老白本想报警处理，但女儿的内心已然崩溃，最终无力面对自己悲惨的人生，选择了跳崖自尽。 Please, my love, come here. Please come here. Don't. I love you. 眼看小坡知道了女儿的经历，老白也欣然说明了案件的真相。女儿被侵犯时，从其中一人身上拔下了一枚冰级牌，
此人身份正是西点军校的阿伟。于是老白展开了复仇计划，先是让情人给阿伟送信，将其约到学校附近的树林里，然后从背后偷袭将他放倒，最后逼问他另外2个同伙是谁。但这时巡逻的学员刚好路过，老白只好将阿伟先弄死再说。待巡逻学员赶来时，只发现了被吊死的新鲜尸体。然而让老白意想不到的是，第2天指挥官就找到了他，让他破解自己昨晚犯下的案件。硬着头皮来到学校后，却发现阿伟不知被谁竟挖去了心脏，这无疑是为老白的犯罪提供了完美掩护。在后来案件的调查中，从阿伟的日记上得知，另外2人的身份就是他的室友。于是老白杀害了阿三，将他的尸体以同样的手法吊死，并且还挖走了心脏。这么做就是为了嫁祸给孝义一家，同时也解释了为什么挖心手法会不娴熟。小坡则向老白问道：“似乎还有一个同伙逃离了你的制裁。”老白表示自己没有经历了，此人的余生也会在恐惧中度过。说完这一切，老白坦然示意小坡可以去告发自己。思考再三，小坡将作为证据的纸条烧毁，默默离开了这里。2个惺惺相惜的男人彼此救赎了对方，可他们注定不能再成为朋友。故事的最后，老白独自来到女儿死去的悬崖边，但愿女儿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。 Rest, my love.